Bonjour à tous！ 今天呢是我们尼斯之旅的最后一天，今天呢就在尼斯 chill， 然后我搭晚上的飞机回瑞士。现在要去一间俄罗斯的教堂。尼斯的天气真的好好，我现在不想要回圣加仑了。现在这边10几度，圣加仑快要负10了。我们到了，可以看到前面有没有那座俄罗斯的教堂，真是还蛮显眼的。这座教堂的正式名称呢，叫做俄罗斯正教会圣尼古拉主教座堂，反正非常的绕口。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境外最大的一座主教座堂，建立于1912年，是由沙皇尼古拉2世出资建造的。它的起源呢，是因为19世纪中叶，俄罗斯的贵族开始效仿英国的上流社会，前往尼斯、法国之类的地方旅行。在1864年，铁路通到尼斯之后呢，又更多的俄罗斯人来到了这个地方，新建了这座主教堂呢，来为大量在这边定居的俄罗斯人服务，以及来自俄罗斯皇宫到尼斯游玩的这些游客服务。Hello， 到了这座教堂，真的是第一次在欧洲看到俄罗斯 style 的教堂。今天天气很好，因为是3月淡季，也没什么人，还不错。这个景点还蛮建议大家，就是它旁边有一些绿地，那大家可以走上来，就可以比较看得到整座教堂的样子，然后拍照拍起来也比较好看。这趟尼斯行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观光客蛮多的，然后可能就会有 tips 的问题，因为通常在法国是不用给小费的，但是有些店家可能接待了太多的观光客，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好像都一定要给小费才是正常的。接着就是生火腿松露配上 mac and cheese 之类的东西，那这个是鹅肝配上酸甜酱、柑橘吐司还有无花果酱，然后很明显的这个就是牛排。它表现算是中规中矩，对得起它将近700人4.6颗星的 Google 评价。比较惊艳的就是那个鹅肝，虽然有点腻，但是它配的酸甜酱跟无花果酱甜甜的，搭起来还蛮解腻的。在离开尼斯之前呢，我们又回到海边 chill， 真的很舍不得离开这美丽的海滩。那看着这片海，让人家联想到 French Riviera 这种 clothing style 里面常见到的元素，像是条纹，主要的颜色是由各种不同的蓝色跟白色所组成的，那就很像这片海靠近沙滩的白色浪花，然后渐渐的往远方就是越来越深的蓝色。French Riviera 这种 clothing style 的起源呢，其实是以前有钱人常常会到南法度假嘛，那就会需要一些好看但是又实用还可以防晒抗热的衣服，渐渐呢就发展成这种 style， 常常看到元素就会有条纹、蓝色、白色，还有一些藤边的一些配件。我们饭店呢刚好就符合这种 French Riviera style 的设计，那它是一间算是连锁的 boutique 饭店，平均我们订的时候3月一个晚上大概在3000块台币左右，如果到旺季的话，它的价钱会更高。饭店的整个设计就非常的就是尼斯海洋风。饭店早餐需要付钱，但是有免费的水可以自己喝。房间的话呢，基本上算是偏小，但是就是也是五脏俱全，只是它房型的设计有一点奇怪，就是那种可能我们拿到房间比较奇怪，就是边边角角很多，但是浴室算是蛮大的，只是房间其他的空位就不是到非常的大。Maybe
觉得尼斯真的是适合来待大概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它附近有很多小景点，大概半天或是1天就可以完成的 day trip， 像去 Monaco 啊、Cannes 啊之类的这些小城市，大家都可以就是在尼斯待久一点，然后花一点时间去 explore。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南法的每一个小村庄，沿海的每一个小村庄可能都长得差不多，但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风光。那这一次旅行我们在尼斯待了2天，然后1天去了摩纳哥，1天去了坎城。那我个人是推荐摩纳哥比较多，因为你也可以就是顺便再多去一个国家，它的风景、它的海港也比较漂亮。还有就是那间 Cafe de Paris， 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有一个地方的服务是好到我真的是超想给他小费的，所以我很推荐那间餐厅。在价位上来讲，其实也没有说到想象中的那么贵，但是也是花了不少钱啦，大概一餐可能一个人平均下来40欧左右，以瑞士物价来讲，它真的不贵。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法国的罚单？我刚来的时候呢，他要买票嘛，那买票呢 ，either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尼斯的 app， 或是直接在那个vending machine 里面买票。但是呢，那个票一定要记得去 validate。像我隔壁的也是忘记 validate， 然后我是自己在手机上买票，我票买了，但是我忘记 validate 它，下一站就一堆警察上来，然后去 check 你的票，我就想说 shit， 我忘记 validate， 然后就赶快 validate， 然后结果就被他叫下去开了一张40欧的罚单，一张票只要1.5欧而已。不过还好我在 casino 赢回来了，但是还是觉得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一开始还拿着它想说，我看到车来我一定要 validate， 结果回讯息回到忘记。真的大家要小心，而且不止我一个人，一堆观光客就是被这样叫下车的。它就是法国的罚单啊，当然还好它还可以刷卡，因为我没有带现金。大家出来玩第一个记得带现金，因为这边有 market， 它通常都只收现金，然后再来就是记得一定要 validate 你的 ticket， 不然的话你可能还要真的要去一趟赌场把你的罚单赢回来。再说明一点哦，他警察上来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买票，你没有 validate 你的票的话，你要记，他会跟你要你的护照，然后叫你跟他在下一站下车。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我听过就是有人会假冒警察，然后去骗观光客，所以他把我护照拿走，我快吓死了。不过这是就是在法国，它上面有那个 security， 然后一群 security 的话，那是蛮正常的现象，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害怕，就乖乖交钱就好了。关于手机买票罚单这件事情，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每个国家的购票的 app 其实长得都不太一样。像瑞士是你只要100票，它就是 validate， 然后它就是那一天的时间可以用。法国就真的不一样。关于信用卡这件事情，欧洲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可以刷卡，甚至可以用 Apple Pay 的，但是可能像 Market 这种比较 traditional 的地方呢，就是一定要付现金。所以基本上我自己在欧洲玩的时候，我通常是不怎么带现金的，因为基本上不怎么需要用到。你如果都是去像餐厅啊、一些观光景点，什么都可以用刷卡，你看罚单都可以用信用卡缴了。所以大家自己斟酌看看，身上有一点点现金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其实你拿 Visa 卡去领钱也没有到太不方便。那 Casino 是一定要用现金付的，所以你如果打算去赌场的话，就是要带现金，不然也是可以去领钱，但是就手续费比较多而已。在尼斯的机场，然后不管怎么样来到法国，一定要买马卡龙。